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客观世界。你眼前看到的一切，你以为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一切，都只是你大脑自己编出来的一部电影。千万别觉得我在开玩笑，我会一步步带你拆解我们到底是怎么沉迷于这个梦幻泡影的世界。当你悟透了今天的内容，你的认知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。首先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？因为我们实实在在的能看到、能听到、能闻到、能尝到、能感受到、能想到这个世界的事物。就比如我现在用一根棍子打你，你会感觉到痛，这个痛会让你感觉非常的真实。为什么说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主观世界，而没有所谓的客观世界呢？咱们从最基础的开始拆。为什么我说你看到的根本不是客观世界？你把自己想象成一台手机，眼睛就是摄像头，耳朵就是收音筒，嘴巴就是扬声器，屏幕就是你的意识。现在我用手机拍照，摄像头对准一个物体，屏幕上出现的是不是那个物体的影像？也就是说，你看到的所有东西，都是你的眼睛去摄影外界物体，再通过你的意识解码，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影像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来了，每台手机像素不同，摄像头不同，显示的色差不同，那拍出来的画面能一样吗？肯定不一样。那如果一个东西是真实的实像，那么为什么不同的手机拍出来的画面会有差别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物体呈现出来什么像，不是由它自己决定，而是由看到这个像的人决定。它的存在是依赖于其他条件，条件不同，显现出来的像也不同。那什么是实像？实像就是不依赖任何条件而存在的真实体，它如如不动。就比如我们所看到的颜色，我们普通人都是三色视觉，大约能看到100万种颜色，很多了是吧？但有少数四色视觉者，他们理论上能看到1亿种颜色，而有些动物看到的颜色甚至更多。所以颜色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我们眼睛能接收到光波的振动频率。例如我说个红色，你脑子里立刻就蹦出了那个颜色，对吧？但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红色这个东西。红色是什么？它只是光波的一种振动频率，大概在620到750纳米之间。是你的眼睛捕捉到这段频率以后，你的大脑把它翻译成了红色。换句话说，红色根本不是物体的属性，而是你大脑的翻译结果。而同样是红色，对于蜜蜂来说就完全不同了。蜜蜂的眼睛可以感知紫外线，甚至远紫外。你以为蜜蜂采蜜是看到一朵漂亮的花飞过去的，但蜜蜂根本看不到鲜花那个颜色，它看到的是花反射的紫外光图案。在蜜蜂眼里，这朵花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紫外导航地标，而我们眼中美丽的花瓣颜色对它来说压根不存在。那问题来了，同一朵花，你看它是红色，蜜蜂看它是紫外图案，那谁看到的才是真实的？其实都不是真实，都是不同生物根据自己的接收器翻译出来的影像。颜色本无自性，它只是一个波，被你解读成了像。好，接着我们说声音。声音的本质就是在空气中传播的振动频率。为什么声音能震碎玻璃？你以为是声音的力量？不对，那是能量，是振动，只是一个频率。而你的耳朵就如同收音筒，不过是接收了这个振动频率，再有意识解码，最后在你大脑里呈现出一个声音的影像。我们人类是听不到超声波的，但蝙蝠可以听到，
所以不同的声音它是否真实存在，是由感受这个世界的主体决定的。我们听到的是我们主观上能听到的声音，而声音的本质就是在空气中传播的振动频率。好，说视觉是频率，听觉也是频率，你可能还觉得能理解，但触觉呢？难道疼也是假的吗？其实触觉一样的，也是影像。我们前面说了，视觉是你通过眼睛捕捉到光波的振动频率，在大脑中呈现出来的影像，而声音也是你通过耳朵接受到的振动频率，在大脑中呈现的影像。同样，触觉也是通过外界物体的振动频率与你身体的振动频率相干涉，而反馈给你大脑，得到主观的信息影像。比如我现在用棍子打你的手，棍子和你碰撞就产生了振动频率，这个频率通过身体皮肤上的神经末梢再传递给大脑，大脑再来主观分别解读这个频率信息，从而产生觉受，即我们所谓的感受。痛感其实是你意识主观分别出来的，就像大人和小孩对痛的忍耐度不一样，普通人和练家子对痛的感觉也不一样，甚至有极少数人觉得疼痛能给他带来快感。所以说，这种感觉也是你大脑分别出来的影像，包括你的嗅觉和味觉，其实也跟触觉类似，最终也是需要你大脑去主观分别定义。比如说，有些人闻到榴莲味觉得很臭很恶心，但有些人就觉得很香很美味。香和臭到底哪个才是榴莲真正的味道？答案是都不是。榴莲本身没有香也没有臭，它只是发出了一组特定的分子振动频率，你的鼻子捕捉到这些分子，然后你的大脑根据你自己的频率档案去翻译去定义，有人翻译成香，有人翻译成臭。所以榴莲的香或臭压根不取决于榴莲本身，而是取决于你的大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能说这个世界是真实客观的吗？一个东西之所以能被我们看到、听到、摸到、闻到、尝到、想到，是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把原本的影像一步步加深的结果。而这种接触的本质就是波与波之间的相互干涉，振动频率与频率的相互叠加。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在这六尘中的频率接收器，它是你来体验这个世界的工具，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你自身的频率。什么是你自身的频率？就是你的念，你的脑电波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心情好的时候，饭特别香，花特别艳，连街上噪音都觉得是生活的烟火气。可当你心情差的时候，同样的饭却味同嚼蜡，同样的花看着刺眼，同样的噪音让你烦躁到想骂人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频率变了，你接收世界的方式变了。你以为世界变了，其实世界没变，是你的心在变。只要你一动念，就与其他波动干涉成像，也就是你看到的、感受到的世界万物。所以才会说一念一世界，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心念的投影。因为你执着于你的每一种觉受，你用你自己那颗攀缘心、妄想心的振动频率，把它们分别、定义、评判。但心无好坏，心也无顺逆，一切像进入你的心里都是影像，如同一切在你的梦里如同假象。而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你心的频率，你的心改了，你的世界就变了。千万不要觉得这是空谈，你可以试着去观察自己。下一次当你遇到一个让你很烦躁的人，或者一件让你觉得很糟糕的事，你立刻在心里停一秒，不要急着去评判，不要去定义它，你就看着那个情绪，那个影像，记住它就是个影像。就像你看电影屏幕上的坏人，你不会冲上去打他，对不对？
因为你知道那是个影像。那同样，你现实中遇到的这个让你不舒服的人，你把它看成是你心念投射出来的一个角色，一个来提醒你，你内心还有这样一个疙瘩的角色。你一旦这样想，你的频率就从对抗变成了观察。你试试看，当你用这个新的频率去对待同一件事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不是立刻不一样了？就是这么神奇。所以，当你再次感到痛苦、愤怒、恐惧的时候，不妨告诉自己，这个感觉不是真实的，它只是我身体里一个震动的频率被触碰到了。我可以选择不跟着它跑，这就是觉知。当你开始练习这个，你的世界就会慢慢开始松动。你会发现，那些曾经让你痛苦到不行的人，慢慢好像没那么可恨了。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儿，慢慢好像有了新的视角。你看，这不就是改变了自己的世界吗？如果你已经能接受这个设定，即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心念的投影，说白了就是一部你自己主演的电影。那你下一步要做的，就是去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到底想让我这部电影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